大家好，这里是比你掌轨。上次我们做了杨幂演技困境的分析，获得了重传 4.0 的认可。今天我们继续寻求杨幂老师的搭档龚俊老师的认可。从《山河令》爆火截止至狐妖小红娘，龚俊已经7连扑的。大众对龚俊的印象从疯批美人公温客型，变成了马脚草中的打字机，为娱乐圈动物系男星再添新物种裸系帅哥。本殿下剥夺你举人之身，秋后问斩。跟密集合作还是有好处的，就是可以当隐身怪。先有徐凯，后有龚俊，两个 S 加铺的轰轰烈烈 UP 团建，基本都是群嘲女主。迪丽热巴、杨幂演得烂烂的，龚俊隐身淡淡的，内娱终究是都要得癔症了。你的嘴真大。既然都烂，怎么能只击毁一个呢？龚俊吧，你不能说他是个演戏混子，但他绝对是个眼背。2次下海，赶上了单改声咖红利的末班车，只可谓剧锦上添花之辈，靠着人设滤镜嘎嘎乱晒了鸡肋。我不否认龚俊《山河令》里把温客行诠释的不错，可3年7扑也非常能说明问题。龚俊非常吃导演、编剧和班底，正常的那种好演员和好剧质是互相成就的，是1+1大于2。龚俊充其量就是那0.25，有贡献但不多。一旦离开了好剧质，随便换个摄影师或者化妆，都会暴露龚俊的各种短板。注意啊，以下视频所有分析不针对龚俊个人，而是适用于所有颇剧演员。首先就是妆造的问题，狐妖里他大部分镜头都丑得我睁不开眼，把他颧骨高耸、嘴凸嘴大、面部流畅度崎岖的问题都精准踩雷了一遍。龚俊的优势是眉眼，比例协调，眼睫毛长翘，搭配眉弓就有种狗狗眼的感觉，但也有短板，眼睛不够大，却配了宽脸和高鼻子，就显得很突兀。正确的妆造应该扬长避短，参考温客行的妆造，露出额头，减少上半张脸的遮挡，视觉上强调骨相眉弓，头套松而不散，有2条到下巴的须须修饰它的颧骨高，面部流畅度的问题。眉眼以淡带浓，轻施粉末，点到为止。刻意弱化龚俊嘴巴的存在感，唇妆几乎是裸色，唇线是很浅的。安乐传到狐妖，龚俊谱完再丑，就是妆造上踩大雷。特别是东方月初，不管是哪款刘海都遮不住他的颧骨，一笑那个苹果肌都感觉能邦邦打人2拳。眉毛也下手太重，显得他的眼睛又细又长，脸更宽更大，嘴巴涂得红红的，跟我们杨幂一个往里憋一个往外凸。哇哦，爱的贡丸好好嗑。哎呀，好好吃啊，真的。众所周知，衣服好皮囊是可以让人宽容一些的。看大如年龄减20的换脸视频，大如看上去都没那么癔症了。美本是转型演正剧，这个对演技要求不高的古偶演演，却连最基本的颜值稳定都做不到，观众们拿什么宽容，又凭什么宽容？再说龚俊演技心态的问题，粉丝一直拿龚俊前4集活泼人设很难演这件事情洗。龚俊已经演得很好了，以我冲浪雷达，内娱正主文盲回答不出问题，敢说没有意义，粉丝就敢喊对。那俊子这边一定是有什么指示的。翻采访，果然表现如果太活泼，我会怕观众觉得我油。但现在反应感觉还行，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少年感是存在的。昨天有一个朋友，他是上戏的表演老师，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段说他看了几集《狐妖小红娘》，觉得我的演技有进步，然后呢说之前可能经验各方面不太够丰富，现在觉得能够沉下心来进入到人物内心。就他这2段话对我来说感触还挺深的，非常深受鼓舞。这里是一个什么知识点呢？越没什么越强调什么。俊子一直侧面强调自己演技进步这件事情，和密老师一直强调舒适圈，都是起到一个自我催眠的作用。只要我在采访的时候不停的强调，我就能做到，观众就会被洗脑。就像我把学习视频点进收藏夹里吃灰，你们每次跟我说下次一定一样。去油了吗？如去。跳出舒适圈了吗？如跳。给3连了吗？如给。翻遍龚俊的采访，就会发现龚俊还喜欢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审视自己。我是一个非常爱审视自己，然后也会不定时的审视自己。我的粉丝说我的表演有进步，我看了一些有说我演技有进步，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每一部戏都有进步吧，一步会比一部好，大家相信我。进步了，交出来的结果就是这。至于他是从什么渠道审视的呢？听身边合作的工作人员夸他。我听我的同事们说，定姐就用我的同期声的声音，他们说我这次台词有进步。后期的工作人员夸他台词进步，圈内的朋友表演老师夸他演技好了。黄渤讲过，火了之后你会发现身边都是好人。参考黄晓明被嘲至今的闹太套事件，黄晓明自己都觉得那么唱有问题，那身边的人都说挺好，他也敢信。语文书让每个人背着邹忌讽齐王纳谏不是没有理由的，有爱你的，有求你的，当然都说你好啊。
这就让我很不懂。上综艺上采访，镜子5G 的冲浪速度，到自己正职上就哑火啦，就网不好啦，网速那么快。安乐传时期大家就说他演戏控制不好嘴，火焰蓝被吐槽演 BG 太呆，台词像贝克文，像打字机，他不可能不知道吧？他一边说着我不记得了，一边在狐妖火焰蓝里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在采访中继续强调我会去听一些中肯的声音。与其说龚俊是被周围的声音蒙蔽了，不如说他是选择性的听信好话。走到龚俊这种咖位，粉丝说他做不了自己的主，那是你给他上了柔弱不能自理的自动甩锅滤镜。烂剧本、烂角色、烂演技都是他自己选的，是真正的有何苦衷？最后来到龚俊演技的问题，前面我们有说到龚俊极是巨制，不限于妆造、摄影、编与导，究其原因就是龚俊的声台形表都很平，他不属于天赋型选手，也不属于努力型选手，他属于一个概括性的公式类选手。说人话就是他很擅长捏着一个劲儿的演，不分角色分类型，就跟我当德华教小孩哥写作业是一样的，题目要求再写一句思乡主题的诗句，小学快毕业了，他都永远是那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孩哥说经典永不过时，转头问我句字和低字怎么写。套公式偶尔能出奇迹，但也很容易原地踏步，走着走着还岔题几下。龚俊接戏的角色类型反差度是有的，温客行是疯，寒夜是忍，前期东方月初是活泼，他演出来了，比起蜜姐那种单纯哭哇笑哈的模板稍微要强一点。但是套了大纲模式之后，怎么去细分每个故事的不同脉络，他就单薄乏力了。就拿粉丝认为是龚俊统治区的疯批来分析吧。龚俊有3部作品，《山河令》、《安乐传》、《狐妖小红娘》，里面的角色都有疯批过。温客行应该是带着诡气与压迫感的疯，世人皆负我，举世皆可杀。寒夜作为太子，王储当街斩杀向佐，他的疯应该是帝王之怒的伏尸千里，忍无可忍的无需再忍，是克制后的爆发。东方月初作为调皮的少年，一脉遗孤，他的疯应该是恶作剧得逞般带着孩子气的。但这几个疯的不能说毫不相干，只能说几乎一模一样。怎么正确的去演绎不同角色上的疯批特质呢？参考一下巩俐，《西游记》3打白骨精里的白骨夫人被造谣是不祥之人害死，怨气成妖的反派。巩俐表演上有不少花哨的动作设计，体现自己是妖，肢体眼神又邪又媚，却难掩杀意，温柔刀刀刀要人性命。细节设计上，他会尽量屏住呼吸，因为本体是一具白骨，他要演出白骨的死气。艺伎回忆录里的出逃，顶级艺伎以淤泥为养分长成了火玫瑰，凌厉善妒，倾向光明又自我毁灭。他的疯表面是明艳张狂的，底色却是不甘倔强的，是脆弱的。表演上巩俐就抓住了人物的特质，人物的神色动作都是外放张扬的，只靠眼神来表达他被压抑住的真正情感。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王后，为爱飞蛾扑火又惨遭背叛的金丝雀，他的疯端庄克制，不露锋芒。巩俐处理这个带着疯批特质的角色更加巧妙，他全程绷着没有太多外露的大情绪，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十分压抑。明明是后是上位者，却被压在更重的父权之下，活生生被逼成了疯女人，被逼成了怨妇。巩俐从形象仪态到表演手法，都完全是3种不同的演法，一人千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3部电影，巩俐就连声线都处理得不一样，非常牛。说我拿巩皇欺负人也好，我作为观众没有义务去宽容一些自己菜还要找借口说是别人太强的演员。剧烂不是演技也烂的理由，谁还没几部烂片在手啊？上面说的3打白骨精，豆瓣5.6。到现在为止，有人骂巩俐演得不好吗？不用跟我说，没人敢嘲影圈大姐。周迅也是3金影后啊，但她《如懿传》演拉了，照样被骂得捂嘴都捂不住。如果是真的剧不行，演员尽力了，大家只会像看今年的港剧一样，骂编剧导演，浪费好演员，对好演员怜爱都来不及啊。我们视频的惯例，骂归骂，骂够了该叠加叠加。作为山河令时期也狠狠上过头磕过的路人，对龚俊演技的认可度是有的。龚俊有没有优势？他有，就是眼神戏。他的眼神戏只要愿意收着，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刚刚好的，别让人看出来他在演，就不会有那种活泼演成油腻的悲剧。他尤其擅长带着破碎感去表达爱意的眼神戏。但还是那个问题，龚俊的演技太过于公式化做题了，很多粉丝已经山河令时期好感龚俊的路人都觉得对龚俊的骂声不至于此。的确，抛开剧里的扮相和演技，俊子是个性格不错蛮有趣的人，没有什么爆雷的发言和瓜，以至于我写稿找素材的时候看到俊子有
各种采访都忘了骂他了。大家对他的吐槽声相对于同剧同期很多艺人已经算是宽容了。目前朝他除了对家以外，路人基本上是冲着看乐子和恨铁不成钢来的。反而我认为以龚俊目前的状态，想要突破就差一次压倒性的全网群嘲，能听劝撑过去，并且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是龚俊真正的翻身之路。可惜在这种声音里，近10年来能够逆转口碑的好像只有黄晓明和景甜。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每次重传都3连支持。以后有好的分析对象、好的选题，我们还会继续做这个系列的视频的，也欢迎大家提名。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可以的话，别忘了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新人 app 吧。记得会被雷掌柜，我是晶晶，我是诺诺，我们下期再见。